及与未来群像小编 Yuki 共同合作。相信大家多少都知道 Vocaloid 这套音乐人声软体了。大家好，这里是嘉玲 Kelvin。2015年我上传第一位推坑用 Vocaloid P 介绍。4年后看着自己当年做的不成熟影片，竟然到现在也有1万8的播放数。为了阻止更多人看到那个影片，我们来重新制作全新介绍吧。在上一次有点久远的正片乌瓦卡的鹅妈妈影片最后给的提示，当红的音乐鬼才，各位猜到了谁呢？没错，就是 Vocaloid 中生代3巨头的哈基，在美金玄师成为美金玄师之前的故事。哈基的曲风前期细腻，又带点空灵，搭配上本人绘制的精细插图与手写特殊字体，先给人如同钟表严谨规律的第一印象。然而歌词隐约带出的独特世界观，与在他调教下，比起软体或许用人偶形容更加适合的 Vocaloid 歌声，都让哈基的作品给人种在狂想与虚迷两者之间拉扯抗衡的感觉，既亮丽又有种致命的危险性。如果说乌瓦卡是在哲学中不断跳跃思考挣扎，给人不知所措的失衡感，那么哈基的作品就像是将时间停于瞬间，仅允许视线停驻于他不稳定又脆弱的渴求着。顺便一提，哈基很喜欢在歌词里加入哪边都不能去了等相似句子，光是不同语气就有画面上这些例子。虽然说哈基这个称呼是以 Vocaloid 创作者之身份广为人知，但最一开始的哈基其实是先在 Nico 上发表自唱的原创歌曲，也就是俗称的 Nico 独立音乐区活动。而在他正式踏入 Vocaloid 界后，这些原创作品便删除了，目前已经找不到，有听过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台面上认为哈基最早投稿的 V 加曲子是在2009年5月20号上传的《公主在电子音中沉睡》，但是实际上却还有更早2首曲子，分别为伊登与玛丽这2首。2首歌曲虽然说出自哈基之手，但由于当时的哈基对于将旋律经由电脑实行出来的技术仍然不擅长，所以实际上把旋律谱出来的其实是哈基的友人 BOSS 所做。而这位 BOSS 的真身就是作为米津玄师出演乐队的吉他手兼童年玩伴中岛弘世。然而这2首曲子现在也已经因为删除而无法点开。玛丽还能从别人2次创作的 PV 来窥视，伊登似乎完全消失了。也因为这样，大家普遍认定公主在电子音中沉睡为现阶段所保留下来的哈基第一作。接着哈基在清单第2作 Persona Alice 与 The World and Umbrella 后，其独特的曲风表现与歌词叙述让他开始被众人注意。然而真正让哈基成为往后期待新兴的关键作，便是清单第4作，带有诡谲怪谈气氛的连结分开罗刹与骨骸。以日式传统元素包装而激发读者好奇，就是于庆典中狂欢，又有入夜后的几分寂静，因则配器下反射出初音的无邪气歌声，大量象征暗示性的歌词藏于天真的话语中，如同摇曳的微弱烛火于声音中暗自低语那样。为哈基第一次记录 Nico 10万播放电台的作品，并于周刊上夺得第1名。Vocaloid 周刊93期第1，并在下一周94期达成2连冠。在上传后4个月，也成为哈基第1首100万播放传说曲。而在罗刹之后，哈基在4个月内接连推出了《花莉亚》、《阳光夫人的滑稽之梦》、《降雨之街》、《气球与恶魔共舞》3首歌曲。这时期哈基所做的4首歌曲也都各有值得一提的地方。以《花莉亚》为分界线，在那之前哈基都是使用滑鼠作画，因此也有滑鼠战士的称号。之后可能终于意识到这样有点累，才脱离用滑鼠绘图。但哈基的手写字真的颇具风格，与歌词意象结合的各种小巧思很值得一看。第6作《南瓜夫人》这是哈基再次夺得周刊冠军的歌曲，跟上一作纯白浪漫的《夸利亚》不同，轻快俏皮的旋律便是对事物不屑一顾的玩乐心态，似乎只享受于此刻的随性，却又被曲中时而忽远忽近的低语声给抽离思绪。
有些被浓雾覆盖而看不清轮廓，至少不失万圣节节庆气氛，在欢乐与诡异之间来回摆荡的曲子。顺便一提，在南瓜夫人夺冠的周刊107期，当时上周第1名是 Tea Parker 的1925，在过2期后的109期，则是 Noboru 首次获得周刊冠军的锁子少女。以哈奇名义上传后，又遭到删除的曲子则有2首，分别为跟南瓜夫人同个日上传的第7作《降雨之间气球与恶魔共舞》，以及第12作《沙上的石梦少女》。前者与清单第1作《公主在电子营中沉睡》为关联曲，在被删除后又重新编曲成《病房3054》，收录在哈奇第2张专辑《Official Orange》里面，基本上成了完全不同的曲子。而另一首被删除的《沙上的石梦少女》则被哈奇，或者说在那时已经是米津，几年后于 YouTube 重新上传。删除原因据说只是哈奇在朋友家登录 Nico 时忘了登出，结果不小心被朋友删除了。团友重置过，并收在米津名义发布的专辑《和平标志》里面的《石梦少女》。这一时期哈奇除了垫底的人气七出以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此时哈奇作品就像是录音带会分成 A 面、B 面般，不仅仅只有一种播放方式。在这里就向各位解释何为逆再生。逆再生简单来说就是将影片或者歌曲倒过来播放，毕竟本来就是直接硬倒着播放，大多逆再生多半都是呈现像画面上这样的诙谐感。然而这时期的哈奇作品却在逆再生中展露出了不一样的样貌。从逆再生可以发现，原曲中原本以为单纯的旋律部分，倒过来会变成一些简单的句子，或者听来更加顺的音乐，并直接深入底层，展现出歌曲所诉说情境。在这样的潜力在之后，每当大家看到哈奇又上传新歌，姑且都会先给他倒过来听听看有没有额外含义。不过哈奇本身歌曲叙述上经常让人摸不着头绪，大量形容与名词拼凑，似乎怎样也都通。有些流传的歌曲逆再生，感觉就只是勉为其难试图找出来的巧合罢了。至少我是认为，哈奇有加入逆再生密码的作品中，可以确定的大概只有 Persona Alice、罗刹、夸利亚、南瓜夫人这4首。这时期的哈奇作品，就像是袖珍物般谨慎精致，尝试在歌词与画面各种角落塞入大量资讯。从精美的手写歌词与笔触细腻的线条，再到让人有些头皮发麻的逆再生，都是哈奇这时期的特色之一。接下来的第8作，也就是2009年开始进入尾声的11月 ，Clara Works 上传，并且第一次歌曲 PV 不是由哈奇自己操刀，而是转由南方研究所所负责。近期大家最熟悉的南方研究所作品，应该就是初音2017年魔法未来主题歌曲《沙之火星》了。两方合作契机是源自2009年7月绘制的 Persona Alice 动画风 PV， 但南方研究所团队正式成立，只要到2010年1月。也从 Clara Works 开始，这时已经稳固人气的哈奇，人们已经不用用先前做罗刹的作者来称呼他，而是直接记住了哈奇这个名字。在 Clara Works 后上传的6首曲子，虽然在于叙事、世界观以及编曲都跟上一时期类似，但又不同于先前如袖珍物般华美而给人严谨拘束的感觉，而像是小小音乐盒般被上紧了发条后微微发出乐声。虽然明蒙而似如雾中寻觅，却又像烛火般温暖。比起建构世界观，心态描写更为温柔。在这段时期，有多首作品都是与南方研究所固定合作，
其中加点我个人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2月上传的 Words and Umbrella 重置版本。开场叙述中年阴雨连绵的省下城市，以少年少女的想要看看绘本中所描述的晴天作为动机，开始了登上闪之塔的旅程，并在歌曲最后挥开旋律原先给人的阴霾印象。两人终于被暖风吹拂，见识到了被阳光所照耀的大地。听来圆满的故事，却会在大家发现女主角手上所拿的绘本名称后，留下令人唏嘘的开放式结局。这里提个小插曲 ，Words and Umbrella 在上传后不久，似乎因为 PP 画面发生了一些小错误而被哈奇删除，很快又投稿了修正版本。但是被删除的版本却在当中 Vocaloid 周刊分数计算金之前，仍然获得了该一周第1名，形成了少见的周刊放射事故。现今保留了在松生版本，只是于下周再次夺下了该周冠军。音乐盒时期的哈奇，中间也推出了首张哈奇名义的 FIJA 专辑《滑鼠与雪杖》，并用以此作为界限，哈奇尝试改变动作也更加明显。譬如说在沙上的石梦少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寻音作为音源，以及刚刚所提的与南方研究所频繁合作，其中 Wonderland 与阳之歌，甚至还推出了含 DVD 的迷你专辑。该曲也是哈奇首见的民谣曲风，要不是因为歌词一如既往摸不着头绪，不然这么轻快节奏的旋律，真的会一时认不出来出自哈奇之手。并且第一次写曲子给真人歌手，该曲为 South Show You 所制作独立制作动画 F1 的 ED 曲。Nilugiri 是由哈奇负责作曲编曲，歌词则是由试唱歌手秋马有填写，拉萨负责演唱。虽然说 Nilugiri 就是哈奇第一次作曲给真人歌手演唱，但该曲却在 Nico 上被哈奇列入 Vocaloid 作品清单里。甚至米津在2017年与达奥狗因为打上花火而接受访谈时，还说出了在打上花火之前，除了 Vocaloid 外，没有帮人作曲的经验，大概是完全忘记了本手的存在。作为 ED 曲的 Nilugiri， 主角动画 F1 单集播放数最高是6万5，而 Nilugiri 一首就是远超过动画本身的76万。历史总是相似的惊人，与打上花火有着说不出的默契。在2011年7月3号上传了 Wonderland 与阳之歌18天后，第15座 Winnie 投稿，又回到了哈奇原先的意图流 PV。虽然说有点回归初衷，实际上却像是建立在这基础上做出变化。事实上，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哈奇3种时期里曲风转变最大的阶段。旋律部分开始走向强烈的节奏摇滚，以及再次回归哈奇本人绘制，色彩鲜明、风格强烈的 PP 画面，如同环剧合般，一抬头惊喜，并因为弹簧连带摇晃而不受控，像是急于吐出颜料的怪兽于混乱中伺机而动，既掌管失控暴走，又有诙谐放纵的童心。就在 Winnie 诠释了吸引面哈奇的1个月后，第16座俄罗斯套娃投稿。俄罗斯套娃是哈奇第一次使用Gumi，也是他目前唯一一首软体们合唱曲。如歌词所言，就像是拼凑而勉强凑成，又像是从小凤窥视只看到了一团乱糟糟抽动的线团。整首曲子大多由初音歌唱，Gumi只有在某几段以有些轻佻的语气出现。每当Gumi一出声，就像是面临崩解而不断反复猛力敲打，又在回到初音的时候展露出一瞬间的天真无邪。两者交替下，被困于失讯的感觉逐渐强烈，找寻不到发泄的出口，杂音到最后开始重叠，随着催促的拍子戛然而止。Vocaloid 周刊151期第1名，并在下一周达成连霸。投稿1个月后记录100万播放传说，同年11月200万播放，并在2017年年底突破1000万播放，成为第4首 Nico Vocaloid 1000万播放神话曲。同时2次延伸创作众多，举凡试唱、试跳、cosplay 手书等都有一定的数量。
唯一没达成的成就，大概就是没被无端转变成一首超好听的日文歌。就在俄罗斯套娃投稿后的2010年10月，第2张哈吉迷你专辑《Official Orange》发售。除了收录演剧特尔普希克瑞后的投稿歌曲，以及遭到删除又重新编曲的《病房3054》，Panda Hero 也是收录在此张专辑，并且排列在第1首。作为在2011年年初，哈奇还未成为米津前的最后 B 加作品《Panda Hero》，虽然说能有点糊涂乱来的感觉，或许更像是场规律的善局般，以悠然语气太息，在自我价值观与世俗观点找不出其中可妥协的地方，随着节拍与哼唱一成不变向前，似乎对世间放弃，却能留恋而无法彻底放下，只能于歌曲最尾继续游荡。顺便一提，开头 PP 的歌手显示出音只是单纯误放，的确是歌迷首唱没错。Panda Hero 替哈奇带来了他的第4首 Vocaloid 百万传说曲。要怎么描述本首播放速度真身之快？ Panda Hero 是在2011年1月23号下午4点半时上传，当周周刊分数计算截止时间则是1月24凌晨5点。但最后 Panda Hero 却在这几乎只有半天的时间内，成为周刊173期该周冠军，并于下周2连霸。Official Orange 这张专辑或许可以说，不论是对哈吉还是对米津玄师，都是张充满指标性的专辑。先不提哈吉最一开始在 Nico 原创音乐区时的自编自唱都已经删除，哈吉在2009到2010时，其实曾经使用哇呜这个名义翻唱过2首歌曲。不过哇呜时期的试唱，很理所当然在现今也已经被本人删除了，所以 Official Orange 才这么具有指标性。除了里头曲风转变之大以外，收在 Official Orange 专辑最后一首歌曲，便是哈吉本人自编自唱的《游园世界》。某方面而言，应该称得上是最初的米津玄师。这里想要引用在米津同好聚会当脊椎化作黄牛当中讲解米津黑历史讲者新东京电影台的 FBN 所说的概念，不能只用天才来形容米津玄师，不论是哈吉时期或米津时期，他都有心针对大众改良作品，他是有目标性的。在验证这说法之前，我们要先提到本论这间公司，这是一间由 Dokup 创立，并包含了画面上这些2009年组 Vocaloid P 的唱片公司。这是 Vocaloid P 们开始朝向商业发展的尝试。其中公司里的 Toku、古川本铺、哈吉、瓦卡这4人又成立了名叫 Astrobot 的创作团队，重新编曲了2001年的 Secret Base 你所给予我的事物，并作为2011年 TV 原创动画未闻花名 ED。电视播出时放映的是 Toku 版本，其他版本曾是收录在特典 CD 里。这间不论公司从2011年创立，一直持续到2013年，由于成员们各有规划而自然解散，称不上是很长时间。但当时的2009年组们是凭着想将同人创作的被动，转向成由自己主导规划专辑。虽然其中带有梦想执行家的影子存在，却也包含了如何让自己创作养得起自己的执行力。Vocaloid 一直以来的优点就是，由于初音歌迷的歌唱软体只要有钱便能购入，同时因为它所造成的话题性，形成了圈子与一定的传播能力，让没有资源与人脉的创作者们可以被人注意到。但是同时也是它的缺点，身为软体无生命的 Vocaloid 歌声，无法普遍被主流市场的人们接受。虽然能够让创作者被人看见，但如何将这份影响力延伸，进而让自己进入商业市场，使自己这份才能与梦想养活自己才是问题。在那个2011年的 Vocaloid 提到商业化，能够被公司选上出一张自己的商业专辑，就已经是圈子中的强者。所以对当时想要成为职业音乐的 Vocaloid 创作者而言，几乎只有与公司签约成为旗下作曲者这条道路。其中最代表的就是6为主的 Supercell 与 K-Lee。但哈吉成为新选择的代表，不是提供曲子给歌手，而是提供给自己。2012年2月19号，《狗狗幽灵船》上传，米津玄师出现在大家面前。
并在同年5月，Balloon 发行闵津玄师闵毅第1张专辑《Dear Rama》。接下来就是 Vocaloid 的哈吉，变成大家都知道的闵津玄师故事了。最近比较少，但几年前记得蛮多人在讨论闵津的转变，曲风会不会变得不那么闵津了？我们都知道，人随着时间或者特定事物必定会有所变化，但相信我，就算闵津再怎么陌生，也不会比新版 Nico 页面还陌生。最一开始的哈吉，想让曲子产生内涵，于是用大量象征性来诠释歌曲。现在的闵津，只是因为自己的成长，开始能将本身的故事与情感好好说出而写入歌曲。这两者都有各自的优点。我们在成长的同时，闵津也在进步。只是最后能一起走到哪里，谁也说不清楚。2011年11月，云内记录100万传说曲，哈奇成为 Vocaloid 史上第一位拥有6首100万曲的 Vocaloid P。哈奇在 Vocaloid 可以说的事情所占有的地位真的太多太多了，多到我还必须斟酌把一些关于曲子的闲聊拿掉。这是哈奇的部分，那闵津玄师呢？留着滑板，一脚滑进了新的领域，在头昏眼花后，唱出比谁都还要温柔的曲子，又将一切倾诉于旋律当中，不需要多余的言语，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立于专属你的舞台。在哈吉变成闵津玄师，闵津玄师成为闵津玄师后，不管是从哈奇时期一路追到现在的资深粉丝们，还是从闵津时期，说不定是从 Lemon 认识的新粉丝们，希望都可以彼此交流自己最喜欢的闵津玄师。能从同好口中听到自己所不了解的闵津玄师，真的是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在这里想要顺便再谢谢3月23号当脊椎化作黄牛闵津同好聚会的主办群。我们不都是被闵津玄师所吸引，而有机会产生连结吗？闵津玄师的出现，就如当时的Balloon一样，同时代表了 Vocaloid 创作者们未来新的可能性。神山阳、须田景子、歌手苏以与 Nabana 组合的 Yorishika， 这些新世代们又会留下什么足迹供人前往呢？歌曲混入风中被人所传播，太过耀眼的光线导致视线无法聚焦另一端闪耀的闵津玄师，沉浸了哈气。我会继续以这安全距离记录下来。在此同时，希望这部混入了我对于闵津想法的介绍影片，能够帮助到也喜欢闵津的你。我是嘉玲 Kelvin， 非常做以 B 加为主的相关影片。感谢你的收看，期待下次能够再见，拜拜。